然後這邊卡簧給它卡進去，邊學邊試，生活誌。現在 3D 打印機我已經使用了有1周的时間了，然后我说一下這1周使用下來的一些感受。這個是自帶耗材打印的 PLA 的耗材，使用的是默認參數。然後後面我買了2卷耗材，一卷是黑的，一卷是白的，然後材質是 PET 机的，我就先使用的黑色的 PET 机，然後去打印。第1卷耗材到了之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確定這個耗材它的打印參數是多少。然後我先是用耗材廠家提供的打印參數，就是打印溫度和底板溫度，然後打印的這一個最小的測試模型，然後就發現了其中的一些問題。這個打印測試模型它有4個數值的一個尖尖，然後這4個尖尖就可以看到拉絲的情況，然後我就懷疑是耗材廠家給的參數有點問題，就是打印溫度有點太高了。然後我就把耗材厂家給的打印溫度降低了5摄氏度，之後就打印了桌面上的这些。然后我们先聊一下關於如何購買第一台 3D 打印機，也就是如何對 3D 打印機進行祛魅。對 3D 打印機祛魅的最好方式就是擁有。關於品牌的話，頭部企業會滋生傲慢，雖然說是看似服務周到，實際是拖延時間。頭部除外的熱門追趕者，服務周到且實際能解決問題，他們就是要將頭部惡龍斬殺的少年，但終究會成為惡龍。剩下的就是小眾的，滿足基礎功能，實現祛魅，結構簡單，服務幾乎沒有的。怎麼選呢？到最後依然是看個人的動手能力。不喜歡折騰的人，還是買一個玩完後二手出掉或者吃灰。哪個品牌都逃脫不了自己拆機。熱門品牌有社區，你能碰到的問題大概率都會有答案。但還是一句話，你要去判斷，你要是一個折騰的人。但是不好的一點是，這些熱門的機器就像是降低了上吊的繩圈一樣，讓本不該或者不能折騰的人進入這個 3D 打印的坑。智能功能的添加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維修的難度。總的來說，看手裡的 money 和自己動手能力，入門就買基礎款，玩溜了再升級。錢不夠的買小眾品牌工業款，便宜好修。然後我們再說一下關於 3D 打印材料耗材怎麼選。第一次接觸 3D 打印，優先選 PLA， 搭配頭部打印機能快速上手，積累打印經驗。想做日常耐用功能部件，選 PET 機，兼顧易用性和性能。有工業級需求或需要高強度耐溫部件等，熟悉操作後再挑戰 ABS， 搭配帶有風箱的機型更穩妥。需要柔性彈性效果，直接選 TPU。 簡單的來說， PLA 打印工藝品， PET 機打印室內耐用品， ASA 室外耐用品。由於沒有封閉箱體或封箱，只能打印 PLA、PET 機。但是 PET 機容易受潮，超過24小時，濕度高的環境就需要乾燥耗材。關於打印耗材的品牌選擇，大廠的耗材都會適配前3大廠的機器，甚至小廠的耗材也會適配。適配就是將耗材盡可能的做到使用切片軟件的默認設置打印。小廠機器如何選耗材？選小廠耗材，問廠家設置，打印最小測試模型，再根據效果調整，保存參數設置，下次直接使用。不管大廠還是小廠機器，選大廠耗材，直接默認設置打。如果效果不好，打印最小測試模型，再根據效果調整，保存參數設置，下次直接用。關於耗材顏色選擇，我買了2卷材料，白色和黑色。使用了黑色打印了測試工具，但是發現刻度幾乎是看不清，因為是同一種黑色。然後我用丙烯馬克筆塗了其他顏色，只是好了那麼一點點。這個就是我打印的測量工具，它的數字全部都是黑色的，這些都是刻度，幾乎很難看清。然後我是用了綠色的丙烯馬克筆給它塗了之後，才稍稍能看清。單色打印機還是選擇淺色的耗材，白色好一點，方便上色，但是丙烯馬克筆上色也不是那麼好看，有點打滑。畢竟馬克筆的筆尖它也是硬的，然後這個打印材料也是硬的，硬的碰硬的，
它是上色也不會有特別好的效果，還是用刷子的話更好一點。要不要學會建模？剛開始沒必要學建模，但是一定要學會看尺寸。很多模型沒有尺寸說明，甚至有些就是誤導人。實際下載的模型尺寸根本不能用，他們可能考慮設計成本，不願免費開源，怕某些不良商家白嫖出售。我是打印了3個不合尺寸的東西，分別是這3個不合尺寸的。這個是一個萬用表的表筆夾，但是它這個尺寸就是不太夠。然后这2個是打印的，是一個抽真空的一個機器的一個嘴，就是這樣一個抽真空的小機器，抽氣泵。然後打印的這個嘴就是有點太鬆了。我看那個圖片上，它的那個圖片的樣子上面就顯示是這種抽氣機，是這種抽气泵，但是打印下來之後它是稍微大了一點點。更誇張的是这個也是同樣用在這個抽氣泵上的，它本來的效果是這一端和這一端接觸之後抽真空的，但是它打印出來之後比它還大，按說应該是這個應該放到它裡邊，但是實際打印出來這麼大。所以說模型下載之後一定要用建模軟件查看一下模型的尺寸是不是和你需要的匹配，不然就是白白的浪費時間浪費材料，然後打印出来完全不能用。然後關於打印成品質量的問題，總的來說不是單靠單一因素決定的，按百分比算的話，40%是機器，40%是耗材，10%是環境湿度，10%是其他。下面我們再說一下拆模型我使用的方法。戴手套拿開打印板，戴手套拆模型，防止手汗和油沾到打印板上。如果打印板沾了油和手汗，会很容易发生炒面的现象。取模型对于細線，用戴手套的手一抹就掉了。大模型100碗打印板也掉了。我第一次拆模型的時候，還用金屬刀片去鏟，隱約是傷害了塗層。現在就不存在這樣的困擾了。假如說板子上沾了太多的手汗和油怎麼辦？導致附着力下降，可以清洗一下。怎麼清洗呢？清洗注意不要用含酒精的溶劑，可以使用洗潔精進行清洗，然後擦乾。關於通風和封箱，我的做法是將打印機搬到衛生間。衛生間是一個狹小空間，裡面自帶排風扇。然後就是監控和延時攝影。比較便宜的 3D 打印機，它沒有自帶攝像頭，無法通過 APP 連接，然後觀看打印情況。那麼我們就可以用手頭現有的監控攝像頭來代替。這個監控攝像頭一般還有夜視模式，所以不開燈也是能看見的。然後我們再說一下烘乾。PET 機容易受潮，基本上1天就受潮了。可以使用家裡的暖腿神器。暖腿器就是竖立的加熱毯，再蓋上小毯子封口，裡面就可以加熱，同時也能利于水分蒸發。耗材受潮，打印的時候發出噗嗤噗嗤的聲音。然後我就使用這個加熱毯，65攝氏度，加熱了1個小時。本來想着加熱4小時，測試後發現1小時就夠了。這個加熱毯直接放在地上，地上再放一個支撐物，我放了半塊磚，料盤橫放在上面，不是豎着，是躺着放的。然後我們再說一下支撐，什麼時候要支撐？接觸平台的面不是平面的，有中空和懸空的。我之前一直打印的都是沒有支撐的，後來有些模型它是一個躺着的圓柱，然後就和大家想的一樣，開始了炒面。我打印的就是這個模型，它就是一個躺着的圓柱形。然後這是接觸的面，假如說沒有支撐的話，它的接觸面是非常小的，就容易發生炒面的現象。同樣的這個也是，還有這個。還好打印這個模型的時候，我只打印了2個小時。我是晚上打印的，想着明天早上就能收菜了，排了滿滿1版。還好睡覺前又看了一眼，才沒有造成很大的浪費。下面我們再說一下動手清理堵頭。我們先說一下第一次堵頭是什麼情況。第一次堵頭是因為我退料有點心急，拔斷了料。這個我是怎麼處理的？
先拆開機器，先去掉擠出機，擠出機是2顆螺絲固定的，再去掉风扇，也是2顆螺絲，這2個螺絲比較長，拧了半天，然後這個風扇就可以撬出来，再去掉加熱嘴，也是2顆螺絲，往下拉，拔出进料管，吹风槍照着加熱嘴上下吹，再用鐵絲從上往下捅，最後帶出了材料。我沒有通針，機器裡也沒有帶，然後我就用了鐵絲，就是捆電線的鐵絲，剥皮之後就用它作為通針使用，就是這樣的捆電線的小鐵絲。之前我也嘗試過加熱再續料，看能不能把材料擠出來，但是擠出機打滑，也不能将新料擠出，電機咯噔咯噔的響，只能是拆机了。然後裝上之後也不是非常的順利，我先是打印了一版，然後又发现堵头了，现象就是打印不出料。碰到這個問題，先要判斷出問題的地方是擠出機還是打印頭。我先拆了擠出機，發現是擠出機卡料了，應該是我安裝的問題，有個調節擠出機擠壓強度的旋鈕，我調節的不合適，清理廢料之後就恢復了。後面接連打印了好幾版都沒有問題，現在機器就是非常正常了。以上呢就是我這一周來打印的東西碰到的一些問題和我自己的解決辦法。然後我發現這個 3D 打印機它打印像軸承這類的東西不太方便，就是精度不是太高。我打印的這樣一個小軸承剛拆下來之後它是完全卡死的，然後我就使用小刀分別的把這些裡邊的小的圓柱轉一圈給它刮下來，刮下來之後它就可以活動了。現在的話雖然可以轉動，但是不順滑，裡邊還是有什麼東西咯噔咯噔的，然後它的精度也是不太高的，就是穩固性。我打印這個軸承是為了做一個東西，這個叫旋轉展示盤，它的效果就是把這樣的一個軸承按到裡面，然後這邊是一個卡簧，也是 3D 打印的，然后卡到裡面，它就可以旋轉去展示這個 3D 打印的展示台。然後這個配件又到了，然後我們給它組裝一下。就是這樣一個608的軸承。誒，這個軸承有點問題啊，有點澀呀。這個軸承用的是優惠券買的，很便宜，幾毛錢。看來那個商家沒有給我發的特別好，估計給我發一個壞的，給我發過來了。哎，就這吧。裝上，再裝上卡簧，很澀，不是一個正常的軸承吧？轉轉還行。好，給它懟進去。誒，我是不是應該先按這邊？這邊不好按。然后这边卡簧给它卡进去，有点不太平。来試着展示一個東西，就這個，來一個特寫啊。OK， 就這樣。好了，以上呢就是我給大家分享的我的 3D 打印的一些情況。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購買了同一款機器的話，我們可以互相交流，分享一些維修經驗、處理經驗。如果你還對我購買的這一款 3D 打印機比較感興趣的話，也可以給我留言，把你的問題發表在評論區，我看到之後也會回復。下面我們就來點音樂吧。
我們又成功了。邊學邊試，你也可以成功。如果你沒有時間親自動手操作的話，可以關注邊學邊試生活誌，同樣可以增進生活中的動手維修能力。訂閱、評論、點讚和收藏，感謝大家的觀看，我們下期再見。